大家好，我是小高姐。今天我们来做蜜豆煎饺粽。前一天泡糯米，再泡一些红豆。包粽子用不了这么多豆子，蜜豆一次多做一点呢，可以做饮料或者冻冰棍儿。第二天，先来煮豆子，泡豆子的水倒掉，锅里加入清水，刚刚没过豆子，加一点小苏打，豆子容易煮熟。上面盖一个盘子，再压一块石头。这样子做，豆子煮熟之后呢，可以保持完整的形状。水烧开之后，转最小火，煮1个小时20分钟。压石头是一个很有效的方法。你看豆子煮熟了，但是完全不会破开，而且吸足了水分，它吃起来不会硬。把豆子的水控干，倒回锅里，加入黑糖，糖的比例比较大，因为是用来给整个粽子提味的。搅匀之后呢，豆子有点湿，还是用最小火，就这么咕嘟着，也不需要搅拌它，让水分蒸发一部分，同时让糖的味道入到豆子里。大概20分钟，可以听到咕嘟的声音，但是你看不到咕嘟的样子。底下的汤汁基本收干了，蜜豆做好，放凉就可以用了。一个不负责任的蜜豆煮法，全靠石头帮忙。米泡好之后呢，把水倒掉。包粽子的材料都准备好了：糯米、蜜豆、粽叶和棉线。开始包粽子。1片粽叶的粽子，叶梗有点硬，容易破开，把它剪掉。光面朝上，在叶子中间折一个圆锥形，拉住上面的叶子转一圈。4个手指头伸进去，调整一下粽叶的位置，让2层粽叶紧密结合起来，煎饺粽的形状就出来了。先放半勺糯米，让米掉入下面的粽子尖里，然后再放1勺糯米，把糯米向底边推平一点。在米的上面放2勺蜜豆，最后1勺糯米封口，就把蜜豆包住了。勺子把糯米压平，把粽叶两边折下来，食指卡到底部，上面的粽叶直接盖下来。一个煎饺粽就包好了。在大头的一边缠棉线，第2圈把线头压住，第3圈缠整圈，把第2圈棉线压住，最后打结。整个粽子包裹得很严实，不会散开。如果有多余的粽叶可以剪掉。要是底边不好收口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用底面3角形的包法。粽叶窝下来之后呢，打一个折就好。3角形的粽子可以坐在桌子上。包好的粽子几个一组，打一个结儿。煮1大锅水，水开下粽子，调整一下位置，让粽子都没入水中。盖上盘子，
还是那块石头，水再次烧开之后呢，火调到最小，煮3个小时。石头把粽子压得死死的，你的粽子就算包得不好也不会破开。3个小时之后捞出粽子，你看锅里的水都是清的。粽子放凉之后更好吃。打开一个，糯米晶莹透亮，豆子的香味儿、黑糖的甜味儿已经浸入到糯米中了。咬一口，可以吃到一粒粒的豆子，豆子的口感干面香甜。蜜豆的做法比豆沙要容易很多，但是味道不打折扣。这个粽子的配方从制作内馅到一片粽叶的包法，加上粽子的个头大小都非常友好。到现在还没有包粽子的小伙伴们可以考虑考虑。祝各位节日愉快，我是小高姐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